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？美联储刚宣布降息，市场上立刻有人喊超级牛市要来了。可是大家回头一看呢，股市已经在了历史高位，黄金也涨了不少，比特币是上蹿下跳。很多人心里现在有一个问号：降息不是应该利好吗？可是在这么高的位置，我们还能追吗？还是说这已经是最后的疯狂了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核心问题。美联储的降息究竟意味着一个超级大牛市的起点，还是泡沫破裂前的最后一支舞蹈呢？先说我的结论，这一次的降息不是单纯的为了刺激经济，而是美联储被迫无奈的选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9月17号，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下调了0.25个百分点，从4.5%降到了4.25%。听起来幅度不大，但是关键在于他们同时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，说10月和12月还会继续降息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次性的微调，而是一个新的宽松周期的开始呀。再看看他们给出的理由啊，通胀率依然是在2.6%附近，远高于2%的目标。但是美联储选择呢，暂时忽视通胀，把注意力转向了就业市场的恶化。鲍威尔在记者会上明确地说，劳动力市场正在下行，失业率从年初的3.7%上升到了4.3%，部分群体的失业率甚至超过了7%。这背后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，为了保就业，所以放通胀。美联储宁愿冒着通胀卷土重来的风险，也要先把经济给拖住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历史上美联储降息之后，市场到底是怎么走的？在过去的25年里，每一次进入降息周期，股市几乎都走出过一波上涨的行情。短期内也就是1-2个月之内，股市可能不大波动，平均1个月后的涨幅接近0。但是中期到长期，历史统计显示，3个月后上涨的概率超过70%，1年后几乎100%会上涨，平均涨幅接近14%。仿佛这个美股已经被设定为不能长期大跌，一旦跌幅超过20%，美联储就会出手救市，开启印钞机。哪怕短期震荡，但是从中长期看，资金总会被推着往股市里流。黄金也是类似的逻辑，降息意味着美元回报下降，全球资金呢自然会去找抗通胀、抗风险的资产。这几年各国央行疯狂买黄金，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8个月增持了。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 持仓突破了1000吨。历史上每一次宽松周期，黄金几乎都会跑赢大部分的大类资产。降息会削弱美元，当然现在美元指数 DXY 已经下滑得很厉害了，美元走弱对黄金、白银、比特币都会形成利好。相比用美元去对比其他的货币，其实更合理的比较对象就是黄金。货币供应量不断的创新高，这就意味着未来黄金甚至比特币等硬资产的价格只会被推高。接着来看比特币，它被称为数字黄金，虽然波动剧烈，但是和黄金一样，它本质上是在对冲法币贬值的一种工具。每当流动性泛滥，市场上总会有一部分资金涌入比特币推高价格。2020年，美联储大放水，比特币1年涨了300%，就是典型的案例。所以从历史规律来看降息就意味着股市有概率迎来牛市的主升浪，黄金进入上行周期，比特币会伴随着大波动走强。历史规律告诉我们，降息往往伴随着行情的上涨，但是这一次还有3股更强的力量叠加在一起，可能会让行情变得更加极端。第一股力量就是美国的债务高企，美国国债的总额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，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123%，相当于一个美国人年收入100块就已经欠了123块钱的美国国债。利息支出呢，1年超过1万亿美元，财政部根本受不了高利率，所以美联储不降息是不行的，财政上就扛不住。第二股力量呢，就是全球去美元化。过去2年，日本、中国等大国都在减持美债，转头买黄金。俄罗斯更是直接清零了美债，把外储砸进了黄金和人民币资产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也显示，美元在全球外储中的占比已经从20年前的72%下降到不到57%，美元的信用在慢慢的被侵蚀。第三股力量，全球资产荒。
通胀阴影之下，现金不断的贬值，对机构来说呢，不投资产就等于亏钱。于是股市、黄金、比特币都形成了被迫的蓄水池，降息就是打开水龙头，把资金强行灌进去。这三股力量叠加，就构成了今天所谓的超级大牛市的逻辑。不仅仅是降息带来的流动性，而是财政、国际货币格局、通胀环境的共同推动。听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了，既然逻辑这么清晰，那我是不是可以闭眼梭哈了？别急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当前还有3个风险，大家要注意。第一个风险，股市估值过高，标普500的市盈率已经远高于长期的均值了，特别是科技股，估值溢价严重。降息的确能推高估值，但要是企业的利润跟不上，那泡沫破裂的风险也在加大。第二个风险，黄金的价格现在已经处在高位了。今年以来，中国国内首饰金价已经突破了1100元每克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央行买的多， ETF 也在囤，但是散户如果再追高的话，短期回调也可能带来不小的伤害。第三个风险呢，比特币的波动和政策风险。没错，流动性宽松对比特币来说是利好，但是别忘了，比特币既受制于政策的监管，又是高度投机的一种资产，涨得快，跌得更狠。过去的10年，比特币数次腰斩，甚至单日暴跌40%的情况也不少见。所以这一轮大牛市的逻辑呢，并不是没有风险的，而是顺势而为，但不能盲目贪婪。行情可能真的是大级别的，但同时呢，也更可能是泡沫吹得更大，风险累积得更快的一次。说了这么多，回到投资者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普通人该怎么办？第一，在股市不要盲目的追高，要敢于在回调的时候分批布局。宽松的周期里，指数型的基金和头部的龙头企业往往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记住华尔街的名言，不要和美联储作对。第二，关于黄金，它的角色不是投机，而是配置。无论你的资产是50万还是500万，都应该拿出一部分仓位来对冲美元贬值和系统性的风险。央行都在买黄金，普通人更不应该缺席。第三，关于比特币，这是典型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，逻辑没错，但是仓位一定要小。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彩票，但是绝对不能把它当做你的保命钱。也不要坐在场外完全拿着现金，因为现金呢会被通胀一点点侵蚀。任何投资都有风险，但关键在于要懂得为自己的资产进行配置，保持一部分现金作为日常开销和大额支付的缓冲。闲置资金不应该躺着，应该投向资产。具体的策略呢，就是大趋势资产是会上涨的，短期如果遇到了下跌、调整，甚至是小的崩盘，就需要买入。因为美联储呢已经进入了降息的周期，最终他们还是会继续放水，资产价格会再次被推高。当然，降息不是礼物，而是一种警告，它提示着我们未来的钱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。与其看着存款慢慢会缩水，不如主动去寻找能跑赢通胀的资产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